现在的柔新经济特区已经不是对岸修路盖楼这么简单，它正在改写未来几年新加坡周边高价值岗位的分布。马来西亚经济部近期表示，柔新经济特区有望在3年内创造2万个技术岗位，而且是提前达到原本更长周期的目标。这件事为什么值得新加坡人认真看？因为新加坡的现实很清楚，生活成本高，土地紧，很多行业的薪资增长已经不像过去那样轻松。另一边，柔佛正在接住新加坡溢出的制造、算力和物流需求。换句话说，这不是马来西亚单方面招商，也不是房产中介口中的新故事，而是新马合作下一场真实发生的区域产业重组。今天带你看懂柔新特区，看的不是一块边境开发区，而是未来5到10年亚太供应链和高薪岗位会往哪里移动。柔新经济特区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被明显加速？核心原因不在边境，而在全球。过去几年，跨国企业越来越强调供应链分散，原因大家都知道，地缘政治风险上升，企业不愿把关键制造和数据能力压在单一地点，东南亚因此成为承接转移的重要区域。但问题是，东南亚很多地方要么制度不够稳定，要么基础设施不够完整，要么金融和法治环境还不足以让全球总部安心落地。新加坡的优势刚好在这里，它有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有成熟法治，有全球企业熟悉的合规框架，也有区域总部集聚效应。但新加坡也有非常明确的上限，土地有限，电力和水资源有限，人力成本高，很多高耗能、大面积需要大规模后端配套的产业不可能无限留在岛内。柔佛则刚好相反，它有土地，有更低的运营成本，也能提供更大的产业承载空间，但它缺少的是新加坡这种资本、技术、管理和国际信用的放大器。所以柔新特区真正吸引人的地方，不是谁取代谁，而是两边开始拼成一个完整系统。新加坡做总部、融资、研发、仲裁和高端服务，柔佛做制造、仓储、数据处理和产业扩容。这种结构本质上就是跨境版的前端加后端。马来西亚方面提出到2030年把特区经济规模推到更高水平，也说明这不是普通工业园，而是带有明确战略目标的区域项目。再往深一点看，这也是新马在全球供应链重组窗口期的一次主动卡位。谁能把制度、物流和产业协同先做出来，谁就更有机会接住下一波资本。问题也随之来了，哪些行业会最先吃到这波红利？柔新特区规划里提到的重点领域很多，但真正最值得盯住的是半导体和数据中心，因为这2个行业最能体现新加坡和柔佛之间的互补关系。人工智能起来之后，算力需求不是线性增长，而是跳着走。问题在于，数据中心非常吃土地，也非常吃电。新加坡过去几年对数据中心审批一直相当谨慎，原因就是能源效率、碳排放和土地资源都有限，需求没有消失，只是被挤到了周边。柔佛因此成了最自然的承接地，它离新加坡近，海缆、网络连接、企业、客户和金融服务都能借到新加坡的优势，同时又有更大的土地和更低的建设成本。很多企业其实不是在新加坡和柔佛之间2选1，而是在做组合配置，前端客户、区域管理和资金结算放新加坡，后端算力和机房部署放柔佛，这样既保留新加坡的信用和效率，又解决了物理资源不够的问题。再看半导体，新加坡在半导体产业链上本来就有芯片设计、设备、材料、高端制造和区域运营管理的深厚基础。马来西亚则长期在封装测试环节有全球存在感，槟城尤其突出。柔佛如果把新加坡的研发和总部能力与马来西亚既有的制造和封测能力连起来，
整个链条就会更短，反应也会更快。对于跨国企业来说，这种距离优势非常重要。研发团队、供应链团队、采购团队和工厂之间，如果只隔着几十公里，而不是隔着几个国家，管理成本会明显下降，出问题时也更容易处理。这就是为什么柔新特区不是简单的产业外移，而是价值链重组。很多人一听到产业转移，就会担心是不是把低端环节丢出去，高端环节也会慢慢流失。但柔新这套模式更像功能分层，新加坡继续保留最稀缺、最难复制的部分，比如资本配置、知识产权、国际仲裁、区域总部和高端人才网络。柔佛负责把成本更敏感、面积更敏感、能耗更敏感的部分接住，这样做反而能让整条产业链更稳。历史上，新加坡并不是第一次参与跨境园区和外部产业协同，早年有巴旦、民丹等合作经验，后来也有更成熟的园区治理输出案例。真正有参考价值的，不是把工厂搬出去，而是把管理标准、通关效率、招商能力和政策可信度一起带过去。柔新特区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它的意义就不只是柔佛新增多少厂房，而是东南亚能不能形成一个更完整、更有竞争力的高端制造和数字基础设施节点。不过，产业逻辑成立，不代表落地一定顺滑。真正难的，恰恰在制度层面。柔新特区的最大风险是制度协同能不能真正跟上。最近外界注意到一个信号，柔新经济特区的运营蓝图发布时间往后延了，推迟到2026年第4季度。很多人第一反应是，项目是不是卡住了？我的看法正好相反。对这种跨国项目来说，真正危险的不是慢，而是快得太表面。今天新柔长堤和第2通道本来就承受巨量人流和车流，如果未来更多高管、工程师、零部件、服务器设备和高附加值货物要高频往返，两边通关效率就不只是民生问题，而是产业问题。一个供应链节点如果每天都被边境时间拖慢，它就很难成为高端制造和高时效服务的核心。两国现在推动更高效的通关安排，包括二维码通关等措施，这方向是对的，但企业真正关心的不只是旅客过关快一点，而是货物流、资金流、数据流能不能稳定。第二个难点是税务和监管。新加坡的制度优势之一就是规则相对统一，企业很容易测算成本和回报。马来西亚则涉及联邦和州层级，土地、审批、配额、激励政策，很多事项都不是单一窗口就能完全解决。对投资者来说，优惠本身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规则能不能持续，解释能不能一致，执行会不会变形。第三个难点是政治与行政协调。柔新特区听起来像经济工程，实际上也是治理工程。它需要2个国家在移民、海关、税务、基础设施、能源、劳工乃至数据规则上不断对表，每一项如果只差一点，叠加起来就会变成企业的真实摩擦成本。所以，对于外资来说，等待一份更扎实的制度文件，往往比提前拿到一份模糊蓝图更有价值。接下来更值得问的是，如果这些制度障碍逐步被压低，最先受益的新加坡人会是谁？说到底，很多观众最关心的还是一句话：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的判断是，柔新特区对新加坡人最现实的意义，不在于去对岸买什么，而在于你的职业半径会不会被放大。比如区域供应链经理，以前你可能只管新加坡本地仓储、采购和交付，未来你要同时理解柔佛的工厂节奏、跨境物流、关务安排和客户时效。再比如数据中心相关岗位，从选址、建设、运维到合规，本来就需要跨部门协同，现在还会多一层跨境管理能力。半导体也一样，懂研发语言的人很多，懂制造执行的人也不少，但能把新加坡总部要求
马来西亚工厂、现实和国际客户标准连起来的人会更稀缺。除了这些硬产业，配套行业也会被带动，高端物流、工业地产服务、企业法律与合规、财税咨询、医疗配套、职业培训都会出现新的需求。因为一个跨境经济走廊要运转，不只是靠工厂和机房，还要靠一整套服务网络。第一，国际客户普遍熟悉新加坡标准。第二，新加坡人才本来就更习惯区域化工作。第三，英语、中文和跨文化沟通能力在新马场景里非常实用。当然，也有人担心，柔佛如果给出更有吸引力的税务和生活成本组合，会不会反过来跟新加坡抢人？但其实我认为，区域内的人才市场会重新定价，短期内部分岗位确实会出现竞争，但从中长期看，只要产业总量扩大，管理、技术和专业服务岗位也会一起增加，蛋糕变大，核心节点的人通常不会失去位置，反而更容易拿到溢价。所以，如果你现在就在供应链、制造、数据基础设施、合规、工程管理这些领域，接下来真的值得开始关注柔新项目，不是等岗位广告出来才看，而是提前判断自己的技能能不能适应跨境协同。柔新经济特区的意义远不只是边境开发，它更像一次区域级测试，测试新马能不能把各自最强的部分拼成一个更有竞争力的整体，也测试东南亚能不能在全球供应链重组中拿到更高的位置。对新加坡来说，这不是旁观者的故事，因为无论是资本、人才、总部功能，还是高端服务能力，新加坡都已经在局中，差别只在于我们能不能足够早地看清趋势。蓝图推迟不代表方向停下，很多真正影响未来几年的变化，往往都是在文件落地前就已经开始酝酿。如果你想继续从新加坡视角追踪亚太地缘政治和区域经济的真实变化，记得订阅频道，顺手打开提醒。下一期我们继续把复杂局势拆开来讲。